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没什么预算的魔玩分享时间啊！今天我们来看的玩具呢，就是这款来自于万代 SHF 游戏线的一个镭射眼，我们以前叫它独眼龙。盒子包装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侧面是它的一个算是胸像吧，另一边名字，背面是它的一个官图效果，以及它附带了一个大大的背景纸板。这个背景纸板呢，和之前街头霸王系列的还是蛮像的。它，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是作为纸板来说，它硬的还可以，但是真的拿出来玩，效果就真的不咋地啊。还有一张小小的说明书啊，就在游戏中它发大波的一个造型，就是你怎么说呢？就拼接缝在中间啊，还行吧，还行吧，行吧啊，就让它在后面待着，后面待着。好，玩具的本体呢就是这个样子啊，站在波前面是这样一个比例效果。首先拿到手的第一感觉还是非常的细致啊，怎么说呢？就是它浑身上下呢，它都做了肌肉的阴影涂装啊，但是呢，它关节这块呢又有明显的一个色差，哎，就感觉啊，好像万代很用心，但是用心的并不多。整体涂装上呢还算是不错，唯一稍微觉得有点瑕疵，就是它大腿这边黄色的束带呢和蓝色的这边涂装边界呢稍微有一些小瑕疵。当然，以今日万代作风来说，这已经完全属于可以接受的一个范畴了。整体上下呢，在黄色零件基本上是除了大腿部分都是成型件啊，而且胸口和腰带部分的 X 标志呢也做出了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分色。有一说一，他这次头发造型件真是刻画的非常锐利啊，并没有一坨一坨的感觉，发丝特别是发间部分呢还是非常的细致的，甚至有一点扎手的感觉啊。然后有一点不太理解，就是它这次的眼睛部分呢，它和耳机这块啊，姑且称它耳机，也可以是发波开关啊，你都会有一个缝，这个是没有办法按压实的一个情况啊。那这我已经按到底了，就实在是按不紧啊。当然也有可能是万代故意为之，让你便于替换啊。说到替换呢，它不得不说一下，它这次呢带了丰富的一个替换件。既然说到眼镜呢，就除了它默认的一个缝隙眼之外，还会有一个眼漏红光的一个眼镜件。眼镜件呢，它鼻梁这边呢有一个凹啊，区分这个零件的上下，还会有发波的特效件啊。这个特效件呢，整个是透明材质，然后做一些白色的渐变涂装。这个呢是前面是有溅射效果，就像是打在平面上的那种效果，还会给一个呢就刚刚发出来的那个波的造型，顶端呢是没有那个反射的能量波的一个效果。同时呢，它这次还很费解的提供了，呃，两个不同造型的脖子和默认的脖子呢，是会有造型上的区别，哪怕这两个本身也会有区别，无非是在肌肉线条上的一个刻画上的区别。说实话，我装上去之后呢，是没有发现到有什么大的区别，可能脖子往前的角度稍稍会有些偏差，但是这个偏差的角度呢，其实并不是太大。但是它给了两个完整脖子，而且呢，它给了两个替换头雕啊，真的是头雕，因为它是有脸有头，但是没有发，头发是需要另外拆解的。一个是龇牙脸啊，这个非常不错。还有一个就是开嘴脸，但是这个开嘴脸呢，它嘴巴内部呢红色部分有点实，并没有深挖。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它的一个内部造型的关系，并没有给它深挖的一个空间。替换起来也是非常方便，我们取消它的假发啊，拔下它的头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连脖子一起替换。我们比较一下这三个脖子的一个区别啊，可以看到长度上是有一点区别，但是实际装上之后区别真的不大。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球关这个球位高度啊，其实差不了多少。我们换一个
上去，再换一个面雕，带回他的一个假发，换上他的一个发射眼。你能看出这个脖子和之前有什么区别吗？就感受不到有什么一个明显的区别。除此之外呢，手型呢还给了4对，分别是一个开掌手，一对龙爪手，一对手刀手，以及一对这个是按耳机的手吧。当然，你也可以做出剑指那种效果的造型。不愧是格斗游戏的玩具了，给手型都给的非常丰富。好，看完造型，我们来换回它的普通默认脖子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吧。好，我们来看可动。首先，头部低头可以到这样一个幅度，抬头可以到这样一个角度，然后左摇右摆也会有不错的幅度。旋转头部呢，也会有非常的不错的一个角度。作为一个人类玩具来说，这个样的转头幅度，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满意的一个程度。手臂360度旋转没有什么问题，平台可以轻松的超过90度，然后它这边呢还会有一个外摆内收的关节，让手臂往前伸的可以接近中轴线的这样一个角度。双臂通通往前的话呢，是可以全喷泉，当然是需要调整一下角度。上臂部分呢会有回转关节，然后手臂曲肘是可以到这样一个幅度。手腕部分普通的一个双头 SHF 标准的一个设计吧，还是蛮大的可动幅度的，整体效果是令人满意的。然后这次的一个腰腹部可动呢就会有一点独特，它在下段这一段是完全没有做平转的，所以说它可动幅度只有胸腹部这一块它有左右转，但是会牵引到它的一个胸带。这次胸带它是有一头插进身体内的，前后都是，所以说在转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拉伸效果，但是还是要注意不要损坏了。然后前部弯腰幅度呢，它是可以到这样一个角度。当然，它背部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防穿帮的剑，然后腰带呢是可以背带是可以往前拉伸的，是可以到这样一个幅度。挺胸呢，它前面也是可以有拉伸的一个角度，是可以到这样幅度。就是说弯腰挺胸幅度它还算是可以的，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这个肩带你要进行调整，而且如果气温太低或者把玩的时候不太注意的话呢，可能会有损坏的一个风险。然后它腰带这一块呢，它是完全没有固定的，就是套在它这个腰身部分做一个遮挡的作用吧。然后下排部分的可动呢，还算是不错，虽然说没有大腿根部的下拉关节，但是它前踢角度呢是可以轻松到90度的。后踢因为它臀部造型的关系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整个零件有点类似龙珠3.0的那种设计，也可以到接近90度一个幅度。黄裤衩这边呢是一个分件有一点不错。侧踢呢是接近于90度一个幅度，当然这块就没有办法，因为零件干涉关系。大腿呢也是会有平转，但是幅度并不大，因为它有一个大腿的一个轮廓造型在，而且可能这边因为有深浅的一个颜色区别，我怀疑它是有涂装的，所以说可能会有涂装的损坏，所以说大腿外摆内收的幅度呢，大家悠着点。C 膝关节轻松超过90度，而且整个膝盖的弧度呢是比较饱满的，并没有很像 Marvel Legends 那种段落感。小腿部分呢就没有转动了，但是它脚踝部分呢，它会有一个与往不同的嵌套件，让它零件呢并不至于在造型上造成段落太大的一个穿帮但是呢效果这见仁见智了踮脚、勾脚这样一个幅度，接地呢也是可以有不错的一个角度。同时脚尖部分呢还有一段的一个关节，整体可动性上来说，我觉得做一些普通的一个战斗 pose 酷炫 pose 是完全够用的一个程度，而且它整个把握的手感上的关节阻尼度都是非常不错没有哪里特别松垮。
虽然你拿着小腿的话呢，它也是可以基本上保持住一个幅度的，稍微有一点动不至于打快板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阻尼感。唯一的弱点影响可动弱点，我觉得可能就是它的身上的一个背带。好，最后总结一下，这款玩具呢，我是可以给到一个4星以上的评价的。给满分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它的价格和它怎么说呢，它的配件给的虽然很多，但是这个脖子其实我觉得有这个预算用到其他地方，比如说改善一下这个背景板的材质会更好一点其实它可以给5分，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缺点让我蛮介意的，包括腰腹部的这个关节设计其实有一点点欠缺，但是总体上我还是非常满意的，所以是给到一个4星加的一个评价，比4星要高一点，5分呢5星差一点点。如果它价格能够再往下走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它可以实至名归的到5星，没有什么问题。整体上的比例上来说呢，也给人一种很还原游戏中的感觉就像游戏画面里面走出来的这样一个独眼龙，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如果你没有收其他的独眼，比如说你不太能接受 Marvel Legends 那个比较苗条的身材，或者说是吗啡的那种亮亮的那种材质的话呢，我觉得这一款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简单录到这边。如果喜欢的小伙伴呢，记得给我一键3连支持一波，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